女主重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我索要祖传玉石手链，因为她知道末世马上就要来临，而这手链其实是个空间，能让她在末世过得风生水起。但她不知道的是，其实我也重生了。我毫不犹豫拿起小刀扎破手指头，把血滴在手链上，手链像是有生命一般将其吸收。几秒后，手链变得暗淡，我手腕则是多了一道细细的圈。此刻看着面前理直气壮的女人，我直接开口：我没有玉石手链，金饰、银饰跟红宝石首饰倒有不少。怎么可能呢？你好好想想。乔依依急了，拿不到手链，她就没办法获得空间。上一世她拿到时太晚，吃了不少苦头。我似笑非笑的开口：我清楚我有什么东西，我不喜欢玉石，所以没有玉石类的首饰。乔依依脸色变了变，有点维持不住形象。你可能忘记了，那条玉石手链上面有花纹，绳子是银色的，你去找找。你是不是记错人了？我和你从来没有接触过，我有没有玉石手链自己都记不清，你怎么会清楚的知道细节？我听你二哥说过，所以才想着来借首饰。突然吃瘪反应过激了，乔依依目光闪了闪，找了个借口搪塞过去。她本以为会顺利拿到手链，我懒得跟她扯皮面路不耐。玉石手链没有，你去找别人借吧。说完毫不留情地关上门。乔依依瞪着紧闭的房门，心里恨得牙痒痒。距离末世还有7天，我要把东西早点存进空间里才安心。我来到车库，开了辆豪车就出门采购，去了好几个大型超市，把所有零食都买了，各种饼干、点心、糖果、薯片，还有泡面、酸辣粉、自热锅、果干、酸奶、牛奶等等，碳酸饮料也不能少，可乐、雪碧、橙汁、椰汁等通通安排上。去结账的时候推了20多个购物车，每个堆成小山，引来不少人的注目，还有人拍了视频跟照片发到网上，引来热议。我并不知道这些，20多个购物车，最后打包了100多袋的东西。超市的工作人员帮我提到门口，我已经请了一辆货车，把扫荡几个大型超市的零食跟汽水全都拉到仓库。从超市出来后，我先去冷冻仓库，把肉类都收进空间里，然后再去仓库不停地买进，再不停地收入空间。药品还没送到，我走在街上，看到一个女孩手上拿着奶茶，才想起小吃还有快餐没买，于是风风火火地跑遍大半个城市的奶茶店。老板，我要100杯珍珠奶茶，100杯芒果奶昔，100杯金桔柠檬，100杯波波奶茶，100杯杨枝甘露。在老板目瞪口呆的眼神下，我干脆利落地刷了卡，证明自己不是开玩笑，留下仓库的地址，请尽快送到这个地址，谢谢。买了奶茶后，我又去买了炸鸡、炸串、烤冷面，还去蛋糕店扫荡了一波，接着又马不停蹄地跑到各个餐厅，对着菜单一通乱点，每道菜都要20份，各种菜式口味应有尽有。买完了吃的，我赶回仓库等着，做好的食物放不久，最好趁热放进空间里，空间是静止的，放进去的时候是什么样，10年8年后再拿出来还是什么样，连温度都不会变。很快陆陆续续有奶茶、炸鸡送过来，有些餐厅出餐快也送到了。有个骑手好奇地问了一句：美女，你们是要在仓库开派对吗？我睁眼说瞎话：是的，这里安静，不会吵到人。在外面跑了半天，我正好肚子饿了，随手拿起一份茄子牛肉饭吃，牛肉软嫩，茄子沾满了汤汁，让人食欲大开。渴了就喝奶茶，饭后再来块小蛋糕。有了这些物资，足够我们一家在末世过得很滋润。我足足等待了3个小时，订购的东西才全部送过来，刷刷几下全都收进空间。3天过去，吃的跟穿的东西几乎买完了，剩下就是交通工具、通讯工具跟充电设备。我看了下银行卡的余额，还剩下2亿5千万够用了。想到交通工具，家里的车库有几10台豪车回去收了再说，还有即将来临的大暴雨，水上交通工具必不可少。我转头先去买气垫船、摩托艇、汽艇，每种个买了30艘，几乎买空了店里的存货。在老板疑惑的目光下，我摸了摸鼻子，再次撒了个谎：我投资的水上乐园快开业了，水上项目少不了。老板恍然大悟：水上项目他熟啊，前2年就有人来订购过。原来是这样，开业了我也去捧捧场。老板打消了心里的疑虑，痛痛快快地给我送货。在回去的路上，我又去买了卫星电话，跑了好几个店才买到50部。天灾来临后不久，全球开始全面断电，没有信号，只能靠卫星电话联络。充电设备我也买了不少，像什么超大容量的太阳能充电宝、发电机、太阳能蓄电板等等。看到空间里满满当当的物资，我才觉得心安。想到家里的豪车，汽油跟柴油同样必不可少，我自己去加油站买肯定行不通，不过有事找大哥就对了，他可是上市公司的老总，人脉广，不用白不用。最后成功订购了20万升汽油、15万升柴油，然后全部送到仓库。等我回到家后，直奔车库。家里2个哥哥都喜欢买豪车，开了一段时间就丢在车库里。我大概数了一下，有上百辆车，我大手一挥全给收了。现在距离天灾来临还剩下4天，开始倒计时。在我的催促下，在外地拍戏的2哥也回来了，一连几天乔伊有事没事就到我家来，还总暗暗打听玉石手链的下落。我说了没有，他也毫不气馁，一副拿不到手链不罢休的架势。这天晚上2哥苏子义来找我，开口就是借手链，他哀求地看着我：小妹，你就借你未来2嫂带一次好不好？哥的幸福可就掌握在你
手里了。我心里冷笑一声，脸上的表情很无辜。二哥，我要是有玉石手链，我能不借给他吗？还有啊，你不觉得这是你表现的好机会吗？怎么表现？你让乔依依把想要的玉石手链画出来，然后出去找人定制，给他一个惊喜，不好吗？二哥眼睛一亮，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我现在就去问。我又叮嘱了一句，等一下乔依依要是问起来，你就说把玉石手链画出来给我看的。二哥点了点头，兴冲冲的走了。看着他憨憨的背影，我无奈的摇了摇头。二哥很有经商的头脑，说明智商并不低，怎么遇到乔依依后智商为零了？吃过晚饭后，一家人坐在客厅里聊天，我突然开口，我们一家人很久没有出去玩过了，郊区那边开放了一个生态植物园，还有农家乐，要不我们去玩几天，全当放松一下。我当然不是真的要去玩了，而是想让家人搬离这里。我们住的是海景别墅，地势不算高，几天后的暴雨天灾连下1个月，海水暴涨，最后会淹没这里。可突然让他们搬走，他们一定不愿意，所以我才想了个办法把他们支走。妈妈笑了笑，开口，行吧，反正工作是做不完的，我们也给自己放个假。我随意，我目前没有工作安排。二哥迟疑了一下，我要陪乔依依，就不去了。我恨铁不成钢的看着他。二哥，你这样是不行的，恋人之间也需要独立的空间。你天天缠着乔依依，没准人家心里烦你，又不好意思说出来。女人最了解女人，你听我的，给你们彼此一点空间。有句话叫做小别胜新婚，没准你们少见面几天，感情更好。或许是我的表情太能唬人，二哥半信半疑，最后还是听我的。好吧，也许你说的对，那我们一家就出去玩几天。我松了口气，舔狗二哥还不至于无可救药，要不然我得被他气死。而大哥意味深长的看了我一眼，似乎看出点什么，我心里咯噔一下。难道被大哥发现了？现在距离末日来临还有3天，我家一行人前往农家乐的路上，就发现天空黑沉沉的乌云浓密。车上我开口，爸妈，天气好像不是很好，我们先去枫林公寓住2天，等晴朗了再去玩。枫林公寓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，我们家买了最高的一层16楼，空间很大，但屋里只有3个房间，只能委屈大哥二哥一个屋。当然这也不是没有好处的，要是有人想来借宿，也有理由拒绝。一家人暂时安顿下来，我又问大哥要了100万。等钱到账后，我拿出手机在软件上下单了一堆物资。大哥见我抱着手机专注地看着页面，不由好奇出声：小妹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头也不抬地开口：买物资。我刚才看了天气预报，未来几天都会下雨，大后天下暴雨，到时候不方便出门，还是趁现在买一点。大哥觉得有道理，他也拿出手机来。我也去买一些，你们喜欢吃什么？我看向他开口：都行，尽量多买点。我空间里的物资没打算这么快拿出来，这是留着末世来了以后备用的。我们家5口人，我下单的东西估计吃不了1个月，还是得发动全家一起买。爸妈还有二哥，你们也去买物资，多囤点东西没坏处。在我的建议下，一家人疯狂的买，一个冰箱肯定不够，我又下单了2个双开门大冰箱，5个发电机，10个大水箱。停水停电是迟早的事，必须要在没停前把水箱装满留着备用。第2天早上外面依旧下着小雨，即便天气预报说了明后天会下暴雨，也没有人太在意。一家人吃了早餐没多久，冰箱送货上门，我签收了。二哥震惊的看着我：小妹，你买这么多冰箱干什么？家里有1个就够用了。我摇了摇头，1个不够，3个勉强。爸妈也无语的看着我。妈妈柔声开口：青瑶，我们不会在这里久住，其实我淡定开口，可我买了很多肉，不放进冰箱里冷冻会坏掉的。其他人并不知道我嘴里的很多是多少，直到1个小时后，门口堆满了小山一样的物资，他们才目瞪口呆，看到4人面面相觑、欲言又止的模样。我失笑，未来好几天都会下暴雨，家里囤着物资我才安心。二哥惊讶地看着我，小妹，咱们有忧患意识是好事，但你这也考虑得太远了，这些东西够我们一家吃1个月了吧？我爸不想打击我，吩咐2个儿子：你们小妹买都买了，先放进冰箱里，实在吃不完送人就是了。我笑了笑，没解释太多。一家人收拾了1个小时，把家里堆得满满当当。转头看到我满意的样子，他们嘴里的话又咽了回去。我站在门口打量了一下，大门跟窗户质量都很好，不需要重新换，只是有必要在楼梯口装上一个铁门，隔绝外人上来。我跟家里人说了一声，趁着雨小出门去了。我去买了一扇厚重的大铁门，顺便又买了一把大铁锁。接着我去了古董街，我在店里环视一圈，没发现想要的唐刀，出声询问：老板，还有唐刀吗？老板是个中年男人，他打量过我后，径自从身后的柜子里拿出一把深色的刀子，10块钱。我无语的开口：我要买真的唐刀。老板挥了挥手：没有，你上别处买去。我没有多废话，直接展示了自己雄厚的财力。我借着口袋的掩护，从空间里拿出整整齐齐的5万块钱。够吗？不够我还可以刷卡。老板不是没有见过有钱的富二代，他凝目看了几秒钟，转身掀开一道帘子走进后面的屋里。没过多久，老板拿着一个黑色的盒子走出来，盒子里面是一把黑色的唐刀。我一眼就看中了这把刀。这把唐刀我要了，多少钱？老板沉吟片刻开口：10万块。我没有讲价，给了老板5万块的现金，剩下的转账过去。顺利买到唐刀的我原路返回，回到家发现工人正在给我安装大铁门，大哥正在监督工人干活。看到我，俊美的脸上露出笑容：回来了。我点了点头。我本以为大哥会问我为什么要安装大铁门，可我等了一会，他依旧没有开口的意思。而爸爸跟妈妈除了一开始的惊讶，后面也不再多管。第2天清晨，我被一阵雷声吵醒，我起身拉开窗帘，外面下着倾盆大雨，天空
空中乌云密布。简单洗漱过后，我走出房间，大哥跟二哥在做早饭，爸爸站在阳台上看着外面的大雨。这几天天气不好，早知道就把计划安排在下个月。妈妈坐在沙发上，闻言看了眼外边，这雨从昨天晚上下到现在，没有一刻停歇。我看着手机消息开口，爸，我刚才看到物业群里有人说，大半个城市已经被淹没了，不如让公司的员工待在家里，等到雨停了再去上班。还有，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囤点吃的东西。妈妈笑看我一眼，通知一大早就下达了。我点了点头，还是妈妈想的周到。吃过早餐后，我抱着手机坐在沙发上，所有软件的热词都是大暴雨。枫林公寓物业群里也有不少人在讨论这场雨，目前还算安定，没有人将这场雨当回事，甚至庆幸可以带薪休假。3天后，暴雨依旧没有停歇的意思。天气预报上显示强降雨将持续1周时间。物业群里的人随着食物的短缺，小区群里有不少奸商开始高价出售大米进行牟利。殊不知这场暴雨根本不会停，而此时积水已经淹到2楼楼梯口了。低楼层的住户岌岌可危，楼道口的大铁门突然被人大力拍打。我跟大哥出门去看，来人是一对婆媳，还带着3个孩子，几双眼睛眼巴巴地瞅着我们。我在他们开口前先一步堵了回去。别问了，没有存粮。年纪比较大的妇女恳求地看着我。妹呀，老婆子，我也知道大家都没米没菜了，我也不是想问你要粮食，就是家里3个孩子饿得没力气说话了，能不能给点稀粥或者面包，一人1口就行。我面无表情开口，没有，请别再来打扰我们。女人的儿媳妇目光中露出不满之色。你们看着就不像吃不饱的，明显家里还有很多存粮，为什么就不愿意帮一把，给孩子1口吃的能怎么的？我依旧是冷冷的。这话问的可真有意思，可惜道德绑架在我这里走不通，分给你们1口吃的，就意味着我要少吃1口。你们跟我非亲非故，我又不是活菩萨，为什么要牺牲自己去帮助你们？我站在大铁门后面毫不心软。那个老妇人面露凶色开口，你这个人怎么能这么冷血？你分出一点食物就能救几条命，好人有好报，如果你愿意帮助我们，等天灾过去了，我们一家双倍报答。我们不需要谁的报答，在人人自危的时刻，冷血不是很正常吗？记住我们有多冷漠无情，下次别来了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要走进屋里，下一秒大铁门外传来惊呼声，妈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了？我下意识停下脚步看过去，只见刚才那个老妇人捂着胸口倒下去，脸色发白，嘴唇颤抖着，一副病发的样子。旁边几个孩子吓得哇一声哭出来。我没理会，转头往屋里去。呵，在我面前博取同情，同样走不通。大哥冷漠地看了他们一眼，跟在我身后走了。我坐在沙发上看了眼大哥。大哥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我不近人情，自私冷漠的可怕？大哥摇了摇头，目光温柔地看向我。我知道你这么做有你的理由，而且这个口子不能开。这次你给了他们食物，他们就能来第2次、第3次。消息传出去后，整栋楼的人都上来讨要食物，没完没了。最后我们会因为一时的好心而给自己带来无尽的麻烦。最重要的是，别人并不会因为给1次食物就心存感激，第2次不给也能理解，他们只会辱骂攻击，恨不得将别人的食物都压榨干净为止。在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，不要指望一个人还有良心。既然决定了要心狠到底，那就不能再有1分1毫的动摇。听到大哥的回答，我给了他一个赞赏的眼神。要是每个人都有大哥这份觉悟就好了。大哥看了眼二哥紧闭的房门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老二除了经商天赋外，大多数时候确实没脑子。爸妈正好听到我们兄妹俩的对话，他们沉思良久，想通了的爸爸将二哥从被窝里拉出来，全家以后这个家里轻徭做主，他做什么决定我们都全力支持。谁要是敢拖后腿，别怪我把他扫地出门。我爸说这话时瞥了一眼蒙圈中的二哥，二哥挠了挠头，不解的开口：您说就说呗，看我做什么，我肯定支持轻徭啊。大哥笑容温和，声音干净磁性。傅毅，我妈也没有意见，就这样一家人达成了一致的意见。实际上我并不担心爸妈，他们2口子在商界闯荡多年，什么黑暗没见过。我唯一担心的是二哥，恋爱脑什么的太可怕了。我正想着，二哥突然忧心的来了句：依依的手机可能没电了，我给他打了1整天的电话也没有联系上，不知道他怎么样了。二哥说完发现没人应声，他疑惑的看过来，只见全家人一言难尽的看着他，他更加费解了。我说错什么了吗？大哥站起身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没什么，你只要时刻记得不要给家里找麻烦就行。二哥没整明白，也没有为难自己。下午闲着无聊，我和2个哥哥一起斗地主，爸爸跟妈妈下棋，这时大铁门又被人砸得哐哐响，一把跟妈妈下棋，这时大铁门又被人砸得哐哐响，一个粗犷的声音传来：1601里面的人给我出来，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。我放下扑克牌，淡定地走了出去，苏家其他人紧跟其后。我站在台阶上，透过铁门上的小口将外面的人尽收眼底。来的人还不少，5个男人4个女人，其中一个女人是不久前带着3个孩子的媳妇。你们有何指教？铁门外的几个男人有拿着菜刀、锤子、棍子的，为首的男人将棍子往铁门上敲了敲，脸色阴沉的开口：你先把门打开，我们有话要问你们。给你们开了门，好让你们上来打我吗？不好意思，我的智商并不是停留在猿猴时代。门外的男人被我直白的说出来，表情僵硬了一下，他索性不扯皮了，冷冷的瞪着我。我妈被你们气得心脏病发作，现在躺在床上半死不活，你们打算怎么解决？话回到正题上，旁边几个男人也跟着帮腔。
吗？现在没办法去医院，老人家的身体快要扛不住了，这件事你们要负全责。呵呵，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从头到尾没有出过这个门，只是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而已。先前来过的媳妇怒骂，怎么会没有关系？我婆婆就是被你气的，你但凡积点口德，也不会被你刺激到昏过去。既然你们不讲理，蓄意讹诈，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。想让我们赔钱赔食物，做梦！老人的儿子儿媳拿我们没办法，只能泄气般的狠狠敲打大铁门，一边放话：你们给我等着，这事没完，我就不信你们能躲在大铁门后面一辈子不出来。撂下话，一群人纷纷离去。我爸瞥了一眼老人儿子脸上的那股凶狠劲，那人应该不会罢休，他伤不到我们，估计只能是些损招，只能教训一顿，让他们尝尝记性。二哥将袖子挽起，故作凶狠的开口：到时候你躲在二哥身后，动手的是让我来。大哥目光温柔的看着我：小仙女怎么能打人呢？还是让大哥来保护你吧。我挑眉不语，以我的身手根本不需要人保护。停电后那一群人只能从楼梯走，几个女人气喘吁吁的抱怨：16楼的人都是无赖，别看他们刻的斯文好欺负，只要铁门不开，我们也拿他们没办法。老人的儿子林辉恶狠狠开口：气什么？他们不出来，那就逼他们出来。他们一儿子林辉恶狠狠开口：气什么？他们不出来，那就逼他们出来。他们一家子脸色红润，哪里像是被遏制的样子？家里肯定有很多吃的。林辉媳妇接着鼓动：你们可得想好了，现在退出过后别想来分食物。几个人都犹豫起来，其中一人迟疑着问：你有什么办法逼他们出来？林辉示意他们靠近耳语了一阵，囤货被爆没过多久，物业群里突然冒泡了10几条消息：东区移动刘某艾特东区移动1601。下暴雨前我看到你们买了很多食物，能不能卖给我一点？我出10倍价格购买。这人还放出来3张图片，在1601的门前堆满了各种吃的，一时间群里炸了，所有人都在艾特我。群里有人将自家面黄肌瘦的老人，还有嗷嗷待哺的孩子拍下来发到群里。看到群里的消息后，我还是在群里发了条消息：大暴雨持续了半个月，家里存货已空，我们现在是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，帮不了你们。我这条消息发出去根本没有人相信，几乎所有人集中了火力攻击谩骂，我直接从软件上退出来，不去看他们发布的消息。但狠了的人根本不会在群里骂两句，就收手。一波又一波人从楼下涌上来，毫无意外的他们都被挡在大铁门外。我正要出去应对，大哥往我的肩膀上一按：总不能每次有人来找茬都要你来出头，这次让大哥来。我挑了挑眉：好啊，你去吧。大哥转身走进厨房里，拿了一把菜刀就出门，他一手轻轻擦拭着反光的刀面，一边笑容满面，声音温润地问站在铁门外的人：我们在群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吗？所有人愣住了，明明大哥那么的优雅斯文有礼貌，他们怎么觉得脊背发凉呢？站在最前面的3个男人都是15层的，他们壮着胆子开口：群里有人爆料你们有吃的，是不是真的？大哥目光渐深，他勾了勾唇：我说是假的，你们也不会信，不如你们来我家里检查一下。按理说听到这个消息他们应该很高兴，但所有人的视线却一致落在大哥手中的菜刀上。俗话说撑死胆大饿死胆小的，有人试探开口：你先打开门，我们替大家进去瞧一瞧，要是你家也没存粮，大家以后也不会再上门。先打开门，我们替大家进去瞧一瞧，要是你家也没存粮，大家以后也不会再上门来打扰。大哥拿出钥匙把大铁门打开，所有人又是一愣，他们以为对方只是死鸭子嘴硬，没想到还真打开门了。等一群人反应过来，就要挤着往上冲，这时一道寒光闪过，大哥的菜刀对准了第一个冲上来的人，他脸上温柔的笑容不曾改变，声音淡定如丝：要进去可以，前提是从我的菜刀下面爬进去。所有人往上冲的脚步停了下来。就在这时，我从屋内走出来，手上明晃晃的唐刀阴森骇人。大哥眉眼温和的看着我：小妹，不是说了让大哥来，你这是不相信我的能力吗？我摇摇头：他们人多势众，我担心你一个人打不过，今天不给这些人一个教训，他们还以为我们一家人好欺负。人群中有人大喊了一句：不用管他们，快上去。我眯了眯眼，大哥刚想动手，身旁的我已经先一步冲了上去，我抬脚将第一个人踢下去，撞倒后面一大群人，接着手中的唐刀快速利落的一挥，惨叫声响起，3个男人捂着受伤的胳膊嚎叫，他们的衣服上沾满了鲜血，冲击着所有人的眼睛。刚才还躁动的人这一刻不敢动了，他们快速往后退了几步，直到大铁门外。我把大铁门锁好，冰冷的警告他们：不想死就不要来招惹我们，敢来强抢，我手中的刀也不会客气。大哥也冷冷的开口：还不滚！一群人反应过来后，连滚带爬的走了，生怕落后一步我就会追上来一样。我的举动也把其他偷摸上来的人给吓住了，这下子完全歇了心思。受伤的那几人声讨要医药费，并把伤处图片发了出来，就连物业也觉得苏家人反应过激，劝解了几句。我在群里回复物业：只允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，他们上我家抢东西，我不过是正当防卫自己的利益。一群人也只敢在群里骂骂咧咧，最后或许是手机没电了，这才偃旗息鼓。2天后，我醒来时没有听到下雨的声音，拉开窗帘一看，外面的大暴雨果然停了，只是天色依旧阴沉。我清点家里剩下的物资，还够吃10几天的，不过我们也得出去买食物。我看网上的信息说积水开始下降了，现在出去也没有人开店，再等2天吧。或许是雨停了给了楼下的人希望，也或许是知道苏家的人有多凶残，没人再上来挑衅我。
我们。一夜过后，我被楼下传来的兴奋喊声吵醒。我走出阳台往下看去，原本好几米深的积水全部消退，只剩下路边的水洼。有人说附近的几家超市都开了，我们也快去抢购食物。大哥起身就要出门，周边一共有3个超市，我们分头去买东西，不管是什么，能买的都拿上。接着我开始分组，爸妈一队，大哥二哥一队，我自己一个人就行。大哥想都不想的拒绝了我的分组。不行，外面那些人恶狠了，要是想不到东西，一定会对你一个小姑娘下手。爸妈也不同意。对啊，要我说小妹在家里得了，我们出去。我直接反驳，你们是不是忘了我是学过跆拳道跟武术的？放心，10几个普通的男人加起来都不是我的对手。我不给他们反驳的机会，转身走进房间里，拿出一个行李箱，打开里面全是现金。之前下暴雨小区行李箱打开里面全是现金。之前下暴雨小区全面断电，我估计外面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，拿上现金以防万一。我说着往他们手里一人塞了2万块钱，多的他们也拿不了。有事电话联系。见我坚持，大哥只能无奈的开口。好。商量好路线后，我们一家人便下楼去。楼下积水退去后，留下一地的淤泥，到处又脏又乱。可谁也没有在意这些，纷纷去找自己的车子。我们很快找到了自家的3辆车。很快，二哥惊喜的声音响起：车里一点没事，还能启动。一家人各自坐上车，正准备开车离开时，几个男人从旁边跑了过来，开口询问：你们是不是也要去超市？能不能搭载我们一程？我们的车子都被水泡坏了，你们3辆车都坐不满，顺带捎上我们呗。我冷漠拒绝了，车快没油了，帮不了你们。几个男人都有些不满，快步上前拦住车子的去路，威胁：你们今天要是不带上我们，别想离开。我勾起一抹嗜血的冷笑：你们确定不让开？两人抬了抬下巴，神情倨傲。有本事撞过来！我冷冷开口：那好，我成全你们。说完，我开着车子冲了过去，速度极快。两个男人看着越来越近的车子，最后还是怕死的闪开了。车子从他们身侧飞快的掠过，接着又是2道疾驰的车影。一群人站在原地目瞪口呆，他们刚才可是看得清清楚楚。我面无表情的脸上透着肃杀之气。车子冲过去的时候没有半点停顿的意思，很明显是来真的。这一幕再次刷新了所有人对苏家人的认识。看着3辆车消失，其他人纷纷散去。我沿路看过去，有些小商店开门了，不过由于靠近居住区，店里面挤满了人。我来到郊外的一家大型商场，我找到五谷粮食区，工作人员刚把1拖车的大米拉出来，一群人立刻冲上去疯抢。我眼疾手快，再加力气大，成功抢到了3袋大米。工作人员无奈的开口：超市的大米已经没有了，大家去其他地方购买吧。后面赶来的人听到这话都有些绝望。我推着2个购物车在超市里一阵扫荡，装满了就推出去结账。结完账，我推着2个购物车的东西走出去，引来其他人的频频观望，有羡慕，有嫉妒，也有气愤的目光。这东西走出去，引来其他人的频频观望，有羡慕，有嫉妒，也有气愤的目光，甚至有人怒骂起来。我充耳不闻，突然有人大吼：这是我的东西，抢劫了！我看过去，原来是没有买到东西的人。看到有辆私家车，只有车主一个人，趁着他不备，将他购物车里的东西抢走了好几样。私家车主气得不停咒骂，却不敢去追那个人。他一股脑把购物车内的东西倒进车里，然后锁上车门，快速离开。我也在把物资往车后备箱放，没有转头也能感觉到周围虎视眈眈的目光，眼瞅着我准备离开，在角落里谋划的几个男人坐不住了，大步走了过来。其他人见他们捷足先登，硬生生收回了迈出去的步伐。几个男人盯着我漂亮的脸蛋，忽然流里流气的笑了起来。美女，我们也不想为难你，东西跟车留下来，你就可以安然无恙的离开，否则我们连你一起带走。市里已经乱起来了，突然消失一个人，我想根本没人在意，也没人去调查。我懒得跟他们废话，直接从车子里把唐刀拿出来。几个男人愣了一下，随后哈哈大笑起来。以为拿把玩具刀就能吓唬我们？旁边的一个男人想趁着我不注意冲上来，下一秒寒光闪过，手臂传来剧烈的疼痛。众人只听到一道惨叫声，转头看去，那个男人的手臂被鲜血染红，捂着伤口的手还有血在不断涌出。几人脸色大骇，齐齐往后退去，震惊地看着我。我冰冷的声音响起：下次见到我记得滚远点。那几个人吓得拔腿就跑，边跑边往后看，生怕我追上来一样。我开车离开，没有立即回枫林公寓，而是去了一趟我们一家之前住的别墅区。从痕迹上看，积水淹到了2楼处。我走进别墅院子里，车库里还剩下6辆性能极好的豪车。我把所有车子收进空间里，回到枫林公寓楼下，爸妈也刚好回来到，他们也抢到了不少东西。妈妈无奈的开口：我们去的那个超市简直能用人山人海来形容。我跟你爸买到了1袋100斤的大米，还有30斤的面条，2箱泡面，5斤的软面包跟一些生活用品。爸爸打开后备箱，只见里面塞得满满当当，包括前面的2排位置都放满了东西。没过多久，打开后备箱，只见里面塞得满满当当，包括前面的2排位置都放满了东西。没过多久，大哥也回来了，不同爸妈2人的狼狈，他身上的衣服还算整齐，发型也没乱。大哥打开车门给我看：小妹，幸亏你给了现金，要不然这些东西我也买不了。我点点头：爸妈，你们在这里守着东西，我跟大哥搬东西上楼。爸妈也害怕好不容易买到的东西被抢，于是开口：好，你们去看看电梯能用了吗？5分钟前，物业刚发消息，小区的电路修好了。我没有磨蹭，快速把东西搬下来，待得越久越危险。大哥接过我手中的1袋大米：大米交给我，你拿些轻的东西。随即大步往电梯门走去，我也尽量多拿，一手提上几大袋的生活用品，一手拿了面条等东西在车上，别人看不清楚。这
会我们拿下来，围观的人眼睛都看直了。一个老奶奶上前问：“你们在哪里买到这么多东西？你看你们东西多，能不能？”恰好这时候电梯到了，我俩快步走进去。大哥看到那个老奶奶也要进电梯，他快速按下关门的按钮。电梯上行时，我们还听到了对方的谩骂声。电梯来到16楼，我放下手中的东西，方的谩骂声。电梯来到16楼，我放下手中的东西，拿出钥匙打开大铁门。我们两人来不及收拾，放下就走，接着去运输第二趟。此时爸妈的身边围了几个人，都是枫林公寓的居民，见我们购买的物资多，提出想要高价买一点。爸妈始终记得我说的话，既然决定了要心硬，这点东西看着多，实际上不够我们一家人吃的。那些人还一句一句地说，一场天灾刚过去，恢复生产还需要一段时间，你们卖一袋大米给我们，拯救的是几条人命，实在不行买一些面条跟面粉也可以，只要熬过这几天，将迎来胜利的曙光。我走到他们身后开口，就这阴沉沉的天，迎来的是大雨还差不多，要是再来一场大暴雨，生产力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恢复，我都不敢保证这点存粮够吃，麻烦让一让，再纠缠别怪我们不客气。对上我冰冷摄人的目光，围观的人下意识地后退了2步。妈妈冲我微微一笑，你们在这里守着，换我跟你爸拿东西上楼。爸爸也发现这些人更害怕我能镇得住场子，于是放心把东西交给我看管。围观的人不敢上前，只是一脸羡慕地看着我们车里的东西。大哥疑惑，老二怎么还没回来？刚要拿出手机打电话，就听我出声，估计找乔依依去了。我话音刚落，手机铃声响了起来，是二哥打来的。小妹，我在依依家住几天，你们不用担心。好，我会转达爸妈的。顿了顿，我又问，你买到物资了吗？电话那边传来了二哥气愤的声音，别提了，我在郊外发现了一家超市，买了满满一车的物资，结果回到半路被人抢走了一半，剩下那一半还是我拼死护着，加上对方拿不完，要不然老子今天白忙活了。那二哥你没受伤吧？没有，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？买到物资了吗？要是没有，我送一些过去。我想了想后还是拒绝了，不用了，我们也买到了物资。对了，我看这个天气还有下暴雨的，你们尽量多囤一点吃的。二哥笑着开口，依依也这么说，她在家里清点物资，我正准备再出去找哪里还有东西卖。刚挂掉电话，爸妈也从楼上下来了，车里的东西我们4人分配着，哪也能拿完。我把二哥的话转达给他们，我爸皱起眉头，4人分配着，哪也能拿完。我把二哥的话转达给他们，我爸皱起眉头，最后无奈开口，算了，随他去吧。把东西都拿回家后，我跟大哥将车子开到地势高的停车场里，又把车子里的汽油给抽走。大哥瞥了眼身后，漫不经心地问，要不要再加把锁？我摇了摇头，不用，没有汽油他们也开不走。我也不担心跟在我们后面的人会把车子弄坏，这是改装过的车，子弹都打不透。到家后，我们把物资分类放进冰箱里，几个大冰箱装得满满当当。忙了一上午，一家人都饿了。大哥走进厨房做午餐，我坐在沙发上浏览群里的消息。前几天小区停电，群里发言的人少了很多，今天就像突然炸开一样，消息不停跳出来。我往上翻了翻，一开始群内欢呼来电了，接着不停问哪里的超市还有东西卖。大家都买到物资了吗？附近几个超市跟菜市场我都跑遍了，只买到了几斤肥猪肉。我也去晚了，超市已经被抢购一空，有些人太缺德了，拉了3大车的东西回去。我们这些徒步过去的，能买到一点调味品都是幸运的。哪位好心的邻居买到了物资，能不能卖给我一点？家里的老人跟孩子已经快要饿晕了，感激不尽。接着都是艾特我们的，你们家买的物资多，能不能卖给楼上一点？你们一家人回来的时候我都看到了，7、8袋大米，还有好多肉跟青菜。你们可怜2懂的那位邻居，卖给他们几斤米也好啊。就连物业也出来呼吁大家互相帮助，构建有爱的和谐社区。我当作没看到也不回复。现在末世论还没有席卷全国，外面有抢购物资的现象，但也不至于什么都买不到。有的人懒得动，就想着等待救援人员给送吃送喝，亦或者在群里博取同情，只要有人心软他就得逞了。此时的二哥跟几个男人回到乔依依家里，一行5人脸上满是疲惫之色。这几个男人跟他们同校，乔依依表示大家都是朋友，在天灾来临的时候就该互帮互助。二哥就是心里再不高兴也没有把他们赶走。乔依依没有去关心他们有没有受伤，目光直勾勾落在他们手中的袋子上，眼中满是笑意。他伸手接过他们手中的东西并开口，我去整理物资，你们自己倒茶休息。一个手接过他们手中的东西并开口，我去整理物资，你们自己倒茶休息。一个叫做张信的男生边喝水边转头看去，他眼中露出疑惑，这些东西够我们吃1个月的，明天不用再去购买物资了吧？其他人也开口，外面又开始下小雨了，出门不方便。乔依依是重生回来的人，比谁都清楚末世的恐怖，现在才刚刚开始，这点东西根本不够吃。要是有那个空间就好了，那样我就可以不愁吃不愁穿。难不成这一时我得到空间的时间没变，依然要等到那个节点吗？2天后，暴雨再次倾泻而下，整座城市又被淹了。我一点都不意外。大哥站在阳台上看着外面的雨幕，眉头拧了起来。这场雨又要下多久？正好路过的我听到这话，红唇抿了抿。气象专家报道要下1个月。风雨越来越大，电闪连鸣。明明是中午12点，天空黑沉的像晚上7、8点。我把阳台的门关上，拿出手机刷全国各地的消息。暴雨刚下了20分钟，已经登上了热搜，各大官方账号也发布等待救援的通知，并且让有能力的人自行解决吃用的问题。至于什么时候能去救援，一切